对于每个软件开发人员来说，在学习与软件开发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之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先熟悉和掌握一套开发工具。因为只有熟悉和掌握了开发工具之后，才能够练习和实践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安卓应用开发，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安卓 Studio。安卓 Studio 是一套在 IntelliJ IDEA 基础上定制的，适合于开发各种类型安卓设备应用的，由谷歌官方提供的安卓应用集成开发环境。安卓 Studio 在 IntelliJ 强大的代码编辑器以及开发工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功能，帮助开发者提升安卓应用的构建和开发效率。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如何下载、安装和配置安卓 Studio， 以及使用安卓 Studio 创建第一个安卓应用。安卓开发者网站是安卓 Studio 的官方下载地址，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网站的地址，因为在以后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会经常使用到这个网站。打开安卓开发者网站之后，在网页的最上方可以看到一个导航栏， Platform 是安卓平台介绍，紧挨着它就是安卓 Studio 的下载页面入口。点击该链接就可以进入安卓 Studio 的下载页面。在进入安卓 Studio 下载页面之后，网站会根据你所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自动向你推荐符合需要的安卓 Studio 版本。我所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是 Windows 10操作系统，所以网站向我推荐的是 Windows 64位版本。如果你需要下载其他版本，可以向下滚动页面，在网页的下方可以看到全部可下载的版本。在这里列出的可下载的版本有 Windows 64位和32位版本、Mac 版本以及 Linux 版本和 ChromeOS 版本。Windows 64位版本提供了2个可下载的安装包，分别是 exe 可执行文件安装包以及 zip 压缩安装包。在向下滚动网页可以看到安卓 Studio 对于不同操作系统环境的配置要求，比如 Windows 操作系统环境的配置要求是64位的 Windows 7、Windows 8或者是 Windows 10，推荐 8GB 的，最小 4GB 的内存，推荐4GB 最少 2GB 的可用硬盘空间，显示器的分辨率要在 1280×800 以上。现在我们回到网页的最上方，把适合我电脑的版本，也就是网站所推荐的版本下载下来。点击下载按钮之后，会显示安卓 Studio 使用限制条款。首先选择我已经阅读并且同意以上限制条款，然后点击 Download 安卓 Studio for Windows， 就会开始下载安卓 Studio 的安装包。在网页的下方可以看到下载进度条，等待下载结束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安装了。到电脑里找到刚刚下载的安装包，找到之后点击启动该程序。在安装文件正式运行之前， Windows 会显示一个安全警告，提问是否运行这个来自于 Internet 的文件。点击运行按钮之后，安装文件正式开始运行。接下来 Windows 还会给出一个提示，提问是否允许应用对系统进行更改。因为我的录屏软件没有办法录下这个提示，所以只能跟大家说一下，遇到这个提示的时候，选择允许就可以了。因为安装软件过程一定会涉及到硬盘写入、注册表写入等工作，所以这个提示对于正常安装的软件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在点击允许按钮之后，会显示 Welcome 界面，在 Welcome 界面显示一些开始安装之前的注意事项。在这个界面直接点击 Next 按钮，继续进行安装。在 Welcome 界面之后是可选组件界面，总共有2个可选的组件，一个是必选的安卓 Studio， 另一个是可选安装的安卓 Visual Device。安卓 Visual Device 是用来调试安卓 App 的信息。一般情况下，
有2种调试安卓 App 的方式，一种是使用实体的硬件设备，另一种是使用虚拟机。具体使用哪种方式与每个人的习惯有关，有的人大部分时间使用虚拟机，少部分时间使用实体硬件设备。我个人的习惯是大部分时间使用实体硬件设备。总之，这个组件是在 App 开发的过程中必须使用到的，所以一定要选择安装这个组件。在选择好需要安装的组件之后，点击 Next 按钮，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安装工作。接下来是选择安装路径。默认情况下，安卓 Studio 会安装在 Program File 目录下。如果不想更改到其他的目录，直接点击 Next 按钮就可以了。依然是出于个人习惯原因，我会把各种工具软件安装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这样方便于统一的管理。现在让我们为它重新指定一个安装目录。修改完安装目录之后，点击 Next 按钮。接下来会提示是否要在 Windows 开始菜单中选择一个目录来放置安卓 Studio 的快捷方式，使用默认的安卓 Studio 就可以。到这里，与安装相关的配置工作已经完成。点击 Install 按钮之后，安装工具开始向电脑里拷贝需要的安装文件。在文件拷贝结束之后，点击 Next 按钮，会提示已经完成安装，并询问是否直接启动安卓 Studio。我们选择直接启动，然后点击 Finish 按钮结束工作。稍等之后，在屏幕的下方会出现一个闪烁的安卓 Studio 的进程图标。点击这个进程图标，把已经开始启动的安卓 Studio 界面切换到前面来。虽然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安卓 Studio 的安装，但是在首次运行之前，还需要进行一些环境的配置工作。首次运行的环境配置工作的第一个界面会询问是否要导入以前的配置。如果在你的计算机中以前安装过安卓 Studio， 并且希望使用以前的环境配置，就选择 Configure All Installation Folder， 然后选择以前的安卓 Studio 的安装目录就可以。因为我们是首次安装，所以选择的是 Don't Import Setting。 点击 OK 按钮之后，出现了安卓 Studio 启动界面。在启动界面关闭之后，会出现配置向导的 Welcome 界面。点击 Next 按钮，开始进行配置。接下来会提示选择安装类型，3大的类型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要求，但是为了让大家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进行了哪些配置工作，我们选择 Customer 类型，然后点击 Next 按钮进行配置。接下来会提示 GRE 的安装路径，这个路径与我们所期望的一致，所以在这一步直接点击 Next 按钮。再接下来是选择安卓 Studio 的 UI 主题，左边的导卡拉主题是深色主题，右边的 Light 主题是浅色主题。我个人的习惯是使用深色的主题，但是深色主题录下来的视频不够清晰，为了方便大家能够看清楚操作步骤，我还是选择了浅色主题。事实上，在这里无论是选择哪种主题都没有关系，因为在正式启动安卓 Studio 之后，还可以重新进行选择。下一步是选择安装 SDK 和 Intel 硬件虚拟化的安装路径。在开发过程中，经常会查看安卓 SDK 的内容，特别是安卓的源代码。所以为了方便使用，我们把安卓 SDK 安装到单独指定的路径。虽然在前面我们说过，开发过程会使用到虚拟机进行调试，但是虚拟机安装时间比较长，我们这一步就选择不安装虚拟机，等到具体使用它们的时候再进行安装。修改好安卓 SDK 安装目录之后，点击 Next 按钮继续进行安装。下一步是 Emulator 的设置工作。
Emulator 是一个安卓讯息产品，因为在以后实际使用过程中，这些设置信息还可以重新进行调整，所以在这里选择默认的设置就可以。到这里，所有首次启动前配置工作已经完成，配置向导会提示我们核对已经选择的配置。如果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可以倒退回去，重新进行配置。如果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点击 Finish 按钮，完成配置工作。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安卓 SDK 下载过程，这个过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的网络速度和硬盘的写入速度。我们就不慢慢等待了，把这段视频直接跳过去。等安卓 SDK 下载完成之后，会提示已经下载的安卓 SDK 内容以及它们的安装位置。简单核对一下之后，点击 Finish 按钮，结束配置工作。接下来会显示一个界面，提示使用安卓 Studio 创建新的安卓项目，还是打开一个已经有的安卓项目。首次使用安卓 Studio 的时候，会提示我们希望进行哪些操作，总共有6个可选项，前面3个分别是开始一个新的安卓项目，打开一个已存在的安卓项目，从版本控制服务器拉取一个项目出来。现在我们选择开始一个新的安卓项目，接下来会提示选择项目模板。从界面中可以看出，安卓 Studio 提供了很多类型的项目模板。我一般会选择 No Activity 模板，因为其他项目模板虽然会帮我们搭建一个基本的项目结构，并且生成相应的文件，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都需要更改，还不如进入项目之后根据需要逐个创建方便。选择 No Activity 之后，点击下一步，会要求输入项目的基本信息。Name 是项目的名称，名称的格式要尽量简短，因为这个名称就是应用在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名称，所以尽量控制在3个单词以内，并且以大写字母作为每个单词的开头字母，以提高辨识度。Pixname 是项目的包名，这个名称非常像程序类的包名，但是比程序类包名有更多的用途，因为这个名称是 App 在设备中的唯一标志，所以尽量不要与其他的 App 包名冲突，并且要有一定的含义，比如带有你所在的组织、项目用途等信息。比如我在 GitHub 上的一个安卓 Motil 项目演示包名就是 com.docup.motil。Save Location 是项目的保存路径，记得一定要习惯于使用自己的项目保存路径，否则以后管理起来会非常麻烦。我们现在为这个项目指定一个保存路径。Language 是项目所采用的程序语言，可以选择 Kotlin 或者是 Java。Kotlin 是谷歌主推的安卓开发语言，不过本实例选择 Java 作为项目的开发语言。Minimum SDK 是项目最低兼容的 SDK 版本，默认是 API 16，安卓 4.1。点击 Help Me Choose 会显示目前所有安卓版本使用情况，以及每个版本的特征。虽然还有大概 6% 的设备在使用安卓5以下版本，但是这些设备大部分都处于闲置或者很少使用的状态，即使在使用，也基本不需要安装任何新的软件，所以完全不用考虑这些设备，直接选择安卓5作为最低兼容版本就可以。Use Legacy Support Libraries 意思是询问是否支持古老的安卓版本。对于一个新开发的项目，完全不用考虑这一项。所有的信息都设置好之后，点击完成按钮。安卓 Studio 开始创建新的项目，并且进入 IDE 环境。安卓 Studio 的 IDE 环境我们放在下一个视频中进行介绍。